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木雕弥勒佛，眼中却露出惊恐之色。唐毅原本是历史系刚毕业的小鲜肉一枚，他的父亲唐中峰在古玩街开了一家多宝阁，谁知却被隔壁的老板徐欢忽悠，赌上身家性命，加上50万的外债，最后唐父气得心脏病发，进了医院。徐欢又从唐家铺子里挑了好一些好货拿来抵债。短短几日，唐毅看到自己的小康之家沦落到如此凄凄惨惨戚戚的地步，不由得心生悲愤，一拳痛碎了一个青花瓷壁鸽，却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了碎片中藏着一个发光的龟甲。唐毅好奇之下捡起龟甲，不慎被碎片割破手指，在龟甲上进行了一次滴血认亲，龟甲顿时发出刺眼光芒，企图晃瞎唐毅，而自己也在光芒中化为了灰烬。谁知唐毅的眼睛十分抗造，在如此光照下都扛了下来，甚至连之前的近视眼都被治好了。只是他发现自己看到格子上的弥勒佛时，眼中凸显黄色光芒，吓得他以为自己得了巨版飞蚊症，正要连夜挂眼科时，发现原来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上都能看见光，只有这弥勒佛上有。其次，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光，只有集中精神才能看到。反应过来的唐毅顿时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开始观察起了手上的弥勒佛。这件圆雕弥勒是乌木质地，乌木又称为阴沉木，不同的木质价格差异很大。看这件高不过10厘米的圆雕弥勒是普通的红春乌木，而且工艺一般，估摸着价格不会过千。我去，这种情况出现就不是弥勒佛本身在发光了，不然光不会如此移动，也没有声音啊。唐毅看着弥勒佛一手指肚一手指天的造型，突然反应过来，我去，这是渡鳖油。所谓渡鳖油，是指物件内部另有乾坤，藏有宝物，往往外物有一些暗示，比如这弥勒的一只手指像肚子。唐毅小心地打开弥勒佛的底座，从里面取出来一个小盒子，木盒里有一件长方形的小玉剑，这玉质为白色，微微泛青，长2厘米多，底边长1厘米多，上下打了通天孔，4个竖面上都有刻字，细若游丝，还有断笔，很难认出什么字。唐毅反复查看这个小玉剑，觉得形制有点面熟，包浆很是酥软，突然反应过来，这就是钢铆。钢铆是汉代配饰中的虫，材质各种各样，而每个竖面上的8个字，共32个字，奇特的输出字体，正是其典型特征。如果这个真是汉代的钢铆，那岂不是件宝贝？唐毅毕竟是得了一件宝贝，眼睛这个一变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终于松了口气，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他把玉钢铆重新装进小盒，揣起来之后，转身出了多宝阁，来到医院。病房里，母亲易素梅正在照顾父亲唐中峰，俩人脸上都挂着愁苦的神色。唐毅走进来，想把钢铆的事分享给自己的父母，让他们也高兴一下。爸，给你看件东西。唐中峰打开一看，眼睛顿时亮了，心头的不爽立即抛到了脑后。这是一件汉代的钢铆啊，和田白玉质地，32个字，跳刀游丝，绝对是一件真品。你从哪得来的？我在咱们店的一处货架上看到了一件阴沉木的圆雕弥勒，姿势有些怪异，手指像大肚子，经常听您说渡鳖油，感觉分量也不太对，所以就想看看，结果底儿能打开，然后就掏出来的这个东西。唐中峰高兴极了，有了这个，他们家的情况就能稳上一手了。现在家里急等用钱，这样，唐毅你拿着这件钢铆，再跑一趟古玩街，到武德斋去找张老板，你喊他出就成，他一准儿会收，咱们保底50万。玉有武德，武德斋是专门经营玉器的店铺，老板张七星在古玉鉴赏方面也算是一个专家了。唐毅来到武德斋，找到张老板，表明身份后，将手里的钢铆递给了张七星。古玩街上传言极快，唐中峰的事，张七星自然是知道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以唐中峰的人品，断然是不会故意卖假货的。这钢铆我看了，不错，既然你爸让我开价，我也不能太寒碜，不是？这样吧，如果白度够了，又没有棉，这件开价100万也不为过。但是玉器就是这样，品质差一点儿，价格差很多，我出个吉利数，60万，你看行不行？唐毅心里知道张七星给自己抬价了，心里一阵感激。谢谢张叔，我爸说了，让您开价，您开多少就是多少。俩人正说着，门外突然进来一个背着大背包的人。老板，你们这里收古董不？你们干什么？上集说到，唐毅正在张七星的店里走账，门外就进来一个小伙子，张口就是要卖古董。刚收了一个钢铆的张七星心情不错，让这个小伙把宝贝掏出来瞧瞧。只见小伙子拿着一个黄绿色的瓷壶，张口就要价1万。张七星看这个瓷壶的又十分薄，而且给人感觉是刷上去的，有些地方不太均匀，而且细细看去，釉面下还能找出气泡和杂质，便将价格回到3000。小伙子也是个性情中人，
见价格这么低，二话不说就将瓷壶带走了。唐毅正好将账走完，连忙出来追上这个小伙子。他刚才已经看到这个瓷壶上有一团红色的光芒，根据之前的经验，他知道这个肯定也是一个宝贝，便二话不说花了1万将这个瓷壶买了下来。谁知刚走没几步，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小伙子，我能看看你手上的东西吗？这个瓷壶我已经买下来了。我只是想看看，别无他意，可否？唐毅看了看自己周围的压力，点了点头，将瓷壶放在地上，伸手向老人示意。秦老走近，端详着这个瓷壶，正看着，突然一阵银铃般的声音传过来：“外公还不走吗？”只见一个美女从外面走进来，站在秦老的身边，又看了看这个瓷壶。外公，你看得这么入迷，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东汉青瓷，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瓷器。我听我爸说，最早的瓷器不是商代出现的吗？啊，我还以为瓷器最早是宋代出现的呢。亏自己还是学历史的，这古玩知识真该恶补了。商代出现的是原始瓷，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瓷器。东汉的青瓷与之前所谓的瓷器相比，有质的飞跃。你看这表面，虽然还是用了刷釉法，又很薄，不足1毫米，但是已经明显有透明的光泽，烧成的温度应该超过了1200度。那市场价值很高吗？说到市场价值，其实还不如很多明清的官窑器，更不用说元青花和宋五窑了。市场永远是世俗化的，历史文物价值是最后才会考虑的。我已经有30年没有在市场上见过东汉青瓷了。老人感慨完，抬头问唐毅：“小子，你花多少钱买的？1万块钱的漏。这确实是一个大漏了，打算出手吗？暂时还没有打算。挺好的，这个顶天了几10万，还不如留着研究研究。不过，要是遇到了那个老小子，说不定几百万他也会买。好了，谢谢你小伙子，今天这趟古玩街算是没白来。”唐毅告别老人后，回到医院，将刚才发生的事给自己的老伴说了一下。听你说的样子合派头，这个人该不会是秦老吧？秦老是谁？秦伯玉，山海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全国闻名的收藏大家，山州最大的典当行和拍卖行都是他名下的。在古玩城还有整整1层的铺面，名叫范古堂。爷俩还在围着瓷壶和秦老聊天。唐毅的母亲易素梅突然问唐毅什么时候可以领到毕业证。唐毅突然想起来今日接到父亲进医院的消息，自己直接从毕业答辩上跑出来，直到现在，这毕业证和学位证怕是悬了。3人商量了一阵，最终一致同意唐毅将手上的瓷壶送给历史系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方教授研究，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晚饭后，唐毅带着瓷壶来到方教授的家，结果碰到了下午遇到的爷孙俩。唐毅是吧？我想起来了，你之前给我打了电话了，你的论文我看了，坐吧。小伙子，想不到1天之内竟然能见面2次。老秦，你见过他？何止见了他，还见了你梦寐以求的宝贝。唐毅见秦老提起了下午的那个瓷壶，连忙将瓷壶拿出来。您说的是这个瓷壶吗？这只瓷壶我正打算送给方教授研究的，这个在我手里只能是糟蹋了。2位老人一听，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情来。这个瓷壶虽然不是很贵，但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了。唐毅，这只壶我不能收。如果你真想给文物研究做点贡献，我建议你捐给古代史研究所。方教授，这事儿我听您的，捐给研究所我当然没意见。我今天来主要不是因为这只壶，确实是因为毕业论文的事儿，壶只是附带的。听了唐毅的话，方成克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你能有此举动，让我很欣慰，都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秦伯玉秦老，这是他外孙女林娉婷。秦老好，林妹妹好。方爷爷，您的学生挺有意思的。他的论文更有意思，当时是一位老师拿着他的论文给我看，说他接了个电话就跑了，连论文都忘了拿，落在了答辩现场的桌子上。说实话，我看了之后根本不相信这篇论文是一个本科生写的。说吧，当时发生什么事了？唐毅急忙站起身来，调整角度，面向方教授。方教授，当时我都准备上台了，但是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我爸突发疾病。说到这里，唐毅的心头又浮现出了今天所经历的一系列的事情，不由略略有些走神，目光定格在了墙上挂的一幅画上面，不知不觉集中了精神。这一看不要紧，他突然愣住了。这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
上回说到，方教授询问唐毅缺席答辩的缘由，唐毅回答后，方教授觉得情有可原，再加上唐毅本身的论文写得不错，又给古代瓷器研究所捐献了一个东汉青瓷，便通过了唐毅的论文。而唐毅则是一直盯着方教授挂在客厅的一幅画不能自拔，他感觉这画上的绿色光芒简直浓郁的不像样。外公，这幅画很珍贵吗？这幅画在客厅了挂了10几年了，设色山水，大开门的东西，一眼就是清末民初的一般画工，画面太满，而且无名无款，这怎么能算得上珍贵？不珍贵，方爷爷怎么会挂在客厅？而且那个唐毅怎么这么感兴趣？经历此湖一事，林娉婷似乎对唐毅的鉴宝能力很是肯定。这幅画，我听说你方爷爷也是无意中得到的，画的是你方奶奶老家属地的山水，所以挂在客厅。至于唐毅，虽然看起来懂瓷器，但却未必懂字画。我能摸摸看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唐毅用手指轻轻摩擦画纸和装裱的铃子，不过并未发现什么特别之处。钢卯上出现了深黄色宝光，东汉月窑上出现了深红色宝光，都是1等1的古玩文物。这幅画也有宝光，但是感觉不出什么特别之处啊，也太普通了。前2次出现的宝光，见到实物后，总会有一丝光进入眼睛，微微发凉。这幅画的青绿色宝光，为什么没有一丝光进入我的眼睛？难道……唐毅的冥思苦想让2位老人有点不明所以，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怎么了。突然，秦老也疑惑了起来。这装裱用的是顶级的好铃子，表工是大师级的，用在这么一幅普通的画上，确实是有问题啊。听了秦老的话，唐毅感觉自己就像喝了10香润肠茶，一下子就通了。这画里有画？众人都很震惊。秦老看向方教授，点了点头。方教授二话不说，便将画摘下来。走，到书房来。硕大的书画桌上，这幅画被平铺开来。方成克教授拿起了裁纸刀。老夫子，我看还是找一个专业的装裱师傅来吧。原画虽说不济，但好歹也是一幅民国的画作。等不及了，没事，我从边上开。只见方教授小心地从边上划开，又将划开的侧边撑开，发现里面果然藏有一张古画。他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古画抽出来，厚重的青绿色的宝光浮动在古画上方。唐毅心跳加速，胸腔内咚咚咚地响了起来。众人小心地欣赏着这幅雪景，印有季查斯的半印，说明此画曾被明代内府收藏，断然真品无疑。这中正豪颠，那就应该是作者的印章了。豪颠2字，那真是自负到了极点，但放到这幅宋画上，一点都不为过。雪山孤亭图，大师之作。中正是谁？这名字好熟悉。唐毅，你来说说。能够在美女面前卖弄一番，唐毅十分乐意。北宋4家，董巨、李范，范宽，又名中正，字中立，性情疏野，是9号道，因用笔强健有力，村多雨点，豆丁，故而雪景画乃是一绝。存世作品极少，均为博物馆收藏。虽然没有笔墨落款，但这确实是范宽的手笔，而且印章中的豪颠2字，足以表明了这是他自己都非常满意的作品。李成之笔，近视如千里之远；范宽之笔，远望4不离座外。欣赏这幅雪山孤亭图，如入画中，寒意顿生，正是应了这句评价。纵使是见惯了宝贝的2位老人，此时也是激动的有些难以自已。方教授更是激动的拉着众人喝酒，一行人一直畅聊到深夜才离开。临行前，秦老弟给唐毅一个拍卖会的邀请函。这个拍卖会是一个古玩商主办的，他手里正式的拍品主要是铜器。明天晚上的拍卖会，大多是圈子里的人，拿到请柬的，一般都会带着东西上台参拍，有点私下交流的意思，也有点盗宝的性质。你要是感兴趣，最好也带件东西过去。好的，谢谢秦老，明天我也去学习学习。和秦老告别后，唐毅想在这么短的时间要找到好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自己手里的钱只有那些，而且还不能动用太多，那剩下的办法只能靠捡漏了。他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古玩市场了。那么明日的唐毅究竟能捡到什么样的漏呢？拍卖会上又会发生什么呢？且看下回分解。宋代雪山孤亭图，价值2.5亿。上集说到，唐毅拿到了一个拍卖会的请帖，但是自己手里却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宝贝，所以只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去古玩市场转转，看看自己的挂逼体质能不能再次发光。唐毅来到了古玩文化市场，这里的东西又多又杂，感觉就是捡漏者的天堂。
他一连看了10几个地摊都没有什么收，直到角落里的一个铜绿色的招牌吸引了他的注意。万选斋，看来这是一家主营古钱币的店铺，店名是应了清钱万选之意。唐毅用眼睛好好的扫视了一遍，并未发现什么特殊的宝光，看来摆在外面的都是一些地摊货。那么，难道这次就这样子了吗？唐毅看里面柜子摆着一些古钱币，其中有一枚品相不错的崇宁通宝大钱。崇宁是宋徽宗的年号之一，而铜钱上的崇宁通宝4个字，正是宋徽宗手书的瘦金体，铁钩银华，风采华丽。老弟有眼力啊！我这里的崇宁就这一枚最好。什么价？少了500不卖。没缺没流通，小字格伦，这样的美品可不多见啊！你是行家，我就不多说了。行家一词错不得真，你就是个棒槌，他也照常夸你是行家。至于小字格伦，是指铜钱上的字体偏小，同时没有与铜边相连，看起来更为疏朗精致，广受热捧。500，那您自己留着吧。这年轻人，我操！唐毅本就对古币不怎么感兴趣，转身就要走。哎，小伙子还挺着急的，我这还有一枚好品相当10弦风重宝，你再看看。我对古币不是很感兴趣，本来就是进来随便看看的。老板一看唐毅这样，也就明白得，你也不用来这手敲空盒了，看来是想看好宝贝。那古剑你感兴趣吗？所谓敲空盒是一句行话，是指进了店铺扫一眼没好东西，便随便选一样问价，不论开价几何，概不还价，拔脚走人。若店主有好东西，便会从里面拿出来。唐毅没想到还真有宝贝在等着自己。有好东西当然得看看了。礼物。老板带着唐毅进到里屋，自己从柜子里抱出一个长长的剑匣。这剑匣上的厚重的乳白色宝光，差点没有把唐毅看得绝不行，但还是老实着剑。打开剑匣，是一把剑体硕大，剑长约70厘米，柄长约15厘米，剑宽约9厘米，剑柄尾端呈圆弧形，剑柄上依稀有些花纹，剑有中脊，两刃看起来阴沉沉的，并无锋芒的青铜。唐毅觉得这剑实在是称不上好看，因为形体过大，所以此剑显得笨拙。同时，剑身布满一层绿色的铜锈，更是有碍观人。最要命的是，靠近剑格的剑身上，似乎有一处方块状的修补痕迹，仿佛又贴上了一块青铜片一般，四周也布满了锈迹。这把青铜剑，开门的春秋古剑，是别人送来的，我20块收的。块也是行话，就是万的意思，有时候1块也值100元。古玩交易为了防止隔墙有耳或有人下套，才衍生出了这种行话。就这品相还20块？老弟，你也别跟我玩虚的，这都是开门的东西。你看这把剑比一般的春秋古剑都要大，绝对是件宝贝。大就好嘛，拿我买把铡刀岂不是更值钱？春秋古剑讲究的是形制优美，这把剑确实太大太笨拙了，而且锈得太厉害。算了，你收起来吧。唐毅心知肚明，这把剑是一个宝贝，但是价格上能1块买，绝对不花1块5。两人就价格方面开始了你压我提，你提我走的过程，最终价格战被唐毅以8万块拿下了胜利。山州文化市场万事有小店，街道宽，双向两车，加上是周末，所以显得比较拥挤。唐毅提着剑盒，正打算过马路，却被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电瓶车挂了起。只见手里的剑盒呈现出完美的弧线，不再塑料桶。前方的红绿灯已经变绿了，货车隐隐有了起步的架势。唐毅连忙和货车司机说了一下，坐上了货车的副驾驶。货车最终的目的地是一家洗衣门店。唐毅3步并作2步来到后面，找到木盒子，但是盒子已经被安水浸泡透了。好心的店员给唐毅拿来水冲澡，谁知铜锈竟然全都剥落下来，绿色的铜锈去除，整把剑却没有受损，反倒是露出了黑亮的青铜底色，一种逼人的寒气在剑身缭绕。我去，这宝光真不是白给的，这剑上还有2个错金铭文。所谓错金，就是用纯金丝将铭文镶嵌到青铜里，这种技术春秋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唐毅研究了半天，也没有认出这2个字是什么字，便决定带着剑去找方教授。来，今天周末，研究所没人，你给我看看，你又有了什么宝贝？唐毅小心将这把青铜重剑放到了方成克的桌上。方成克见到这把硕大的古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妖虫传，真乃神器也。唐毅啊，我真是怀疑你和宝物的缘分是不是天生的？这样的奇珍，居然也到了你的手里。教授，我确实是无意中在文化市场淘到的，这应该是把春秋时的王侯用剑，只是我不认识这2个错金古传。无意中淘到，这宝剑虽说不是大开门，但是光这2个错金铭文就会让很多人心动了，这样也能让你在文化市场捡漏。
这又岂止是把王侯用剑这么简单？发现春秋时期5大名剑之一，巨阙，价值800万。方教授，这2个鸟虫传难道就是这把剑的名字？这把剑难道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剑干将莫邪不成？嘿，巧了，这把剑上的铭文还真是剑的名字。唐毅，你应该知道春秋时的5大名剑吧？所谓的春秋5大名剑分别是战卢、屯军、圣邪、宜长、巨阙。不错，知道的不少。我直接告诉你，经过我辨认，这2个错金鸟虫传就是巨阙。唐毅听了方教授的话，半天没回过神来。他知道这把剑是个宝贝，但是并不知道是一个这么大的宝贝。方教授，您的意思是，这把剑是失传已久的名剑巨阙？那这把剑比起勾践剑如何？当然，这把剑无论从历史文物层面，还是实际价值上，肯定都比不上勾践剑，但是也算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宝物了。不瞒您说，这东西我本来想带着参加一场拍卖会呢，如果能有卖家出个好价钱，也算是我个宝多的启动资金。呵呵，拍卖会我是知道的，主办人于红光还邀请了我和秦老去当嘉宾。鉴宝的时间总是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流逝，2人很快也前往了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唐毅在观众席上遇到了曾经设计吞并他家财产的徐欢。徐欢看到唐毅也是一愣，显然没想到能在这个场合遇到唐毅，特别是看到秦老和方教授在会场里对唐毅的态度后，更是不明白怎么唐毅现在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哼，别看你现在有人撑腰，我倒要看看你带来什么东西。要是赝品，我连你老爹买卖赝品的事儿一并抖出来，看你怎么收场。拍卖会很快开始了，徐欢迫不及待的第一个上台展示了自己的拍品。今天我带来的是西周青铜波曲纹双耳盖壶，想必诸位自然知道，波曲纹就称环带纹，宽阔的带状大幅度弯曲，中间是以龙纹、鸟纹，可谓是美不胜收啊。秀色薄云漂亮，包浆堪称完美。唐毅仔细观摩徐欢的双耳盖壶，发现此宝贝的白色光芒十分厚重，这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宝贝。徐欢正在台上继续介绍着这件西周青铜波曲纹双耳盖壶，忽然唐毅注意到，在这件壶的左耳处的宝光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要不是他看得仔细，差点没看出来。常听老爸说，古玩作假，有时候并不是全假，而是真真混合，难道？既然大家都是自家人，底价我报个偏低的吉利数，388万，有意的可以上前来细看了。话刚说完，便有几位感兴趣的人上前查看，一旁的于红光早就急不可耐了。突然发现台上的唐毅一直盯着壶的左耳，看得十分入迷。他走上前，循着唐毅的目光看去，他走到秦老耳边低语几句，秦老立即变了脸色，上前来查看。看台上的徐欢见这阵仗，心下一紧，这竞拍还没开始呢，于红光居然把秦老请上来。徐欢的心中升腾起一种不祥的预兆。最要命的是，秦老居然也对着青铜壶的左耳审视起来。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唐毅看这只咸环兽耳看得出了神，好一会儿没动弹，我就也凑近看了看，不过我还真是看得不是很明白。秦老点点头，掏出一个放大镜继续看了起来。徐欢则是趁机询问于红光是怎么回事。左耳的感觉有点不对，不是我不和你说，下不了定论的事我能乱说吗？这才让秦老看看。我找了好几个人看过，还做了断代的高科技检测，不会有问题啊。不一定有问题。再说了，就是有问题，在咱们圈里不是很正常吗？徐欢心里暗暗叫苦，话说的倒是轻巧，要是有问题，今天圈里的人来了个七七八八，他这名声可就臭了。审视之后，秦老长呼了一口气，转头对唐毅说道：“你为什么盯着这只左耳看呢？”我个人感觉，左耳的秀色和包浆和壶身整体好像有细微差别。你懂什么？别说你了，就是你爸也未必懂青铜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胡说什么？徐老板，这本来就是个拍卖交流会，既是交流，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事实。再说了，你扯出我爸来干什么？这事儿和他有关系吗？徐欢还想要再说什么，秦老抬手打断了他。徐老板，我能说说我的个人看法吗？秦老一定要说啊，难不成让我们拍到假货？胡说些什么？秦老，您说。老台老料老秀，移植拼接，工艺可谓登峰造极，半真半假。秦伯玉话音刚落地，周围顿时就喧闹起来。这句话其实已经给这件青铜壶定了性。
图本身就是真的，但是左耳却是移植拼接上去的，而且制造新左耳的材料也是同年代的青铜器上的铜料，就连左耳上的锈迹也是使用了老锈移植上去的。徐欢更是差点晕厥不去。这件西周青铜波曲纹双耳盖壶是他花了近100万从郊区一处老宅子里淘来的，其中大部分钱还是唐一家赞助的。现在青铜壶不仅没人会买，而且让他颜面尽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在于洪光作为主办人很快就出来打圆场，这件事才暂时被压了下去，拍卖得以继续开展。座位上的唐毅看似乎没有人想要上集，便拿着自己的箱子走到台上。各位前辈晚辈在这里就献丑了。雪花照四路，金光射天地，雷腾。上集说到，徐欢的造假壶被揭穿后，无人登台。见此情况，唐毅提着自己的剑匣来到了台上。唐毅打开了木匣，小心托起重剑巨阙，放在了展示台上。我的底价也是388万，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前一看。徐欢在听到报价后，不由得心中一凛。他和周围上台的人一起，想要看看这个小子究竟能拿出什么宝贝来。秦老看到方教授稳坐钓鱼台，心想这老夫子果然看过了，也站起身来走上前去。春秋神兵啊，不错，这把剑看起来真不错。看这光泽，这脉象。于总，你看完了，也该我们上手了。快看，看完了，我也想看。趁着其他人观摩的时候，于洪光退到一边，开始暗中琢磨最高出多少钱。方老，这把剑，呵呵，认出鸟虫篆铭文来了吗？还没有。不过从品相和制式来说，确实是一件极品。你还记得战炉吗？什么？方老居然将这把剑和战炉相比？难道那2个字可是巨阙啊？震惊之余，于洪光看观赏的人差不多结束了，便回到台上。各位，我也看好了这把青铜剑哈，我这个主持人要让贤了，就让唐毅小友自己主持吧。那我在各位前辈面前就托大了，这把春秋青铜剑拍卖底价388万，我也不用设定出价固定数了，各位直接报数吧。488万，500万。看来老冯也看上这把剑了。550万，于总真是好眼力啊。600万，难道他看出来这是巨阙剑了？冯青山有个开公司的儿子，手里的资金肯定比于洪光更加好，他心里不禁略略有些打鼓。610万，700万，谁都没有想到冯青山居然会一下子飙升到这样一个价格，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徐欢心里一阵烦躁，虽说这把剑是一把极品，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报出了700万的高价。冯青山这是疯了吗？反观于洪光，他知道冯青山肯定是认出了这把剑，面对700万的高价，他不禁一时哑口了。于总不再出价了吗？还不待于洪光答话，冯青山却突然眉头一皱，低低说了一句：“贪得无厌。”不小的声音靠近看台的人都听到了。唐毅好心提醒的行为，在冯青山眼中成了唐毅还想多赚点，是怂恿于洪光继续出价交接。于总，看来这小伙子对这个高价还是不满意呢。你要不要接着出？老朽还能奉陪2轮。冯青山虽然是对于洪光说话，但是眼睛却迎向唐毅，针锋相对。唐毅的鼻子里吃了一声，将脾气登时窜了上来。哼，这把剑610万，我让给于总了。于洪光愣住了，本来他正在犹豫要不要一步步撑到800万，却没想到因为冯青山的一句贪得无厌，居然让唐毅直接停止了竞拍，让这把巨阙要卖的。我看这样不妥吧？这本来是竞拍，价高者得。唐毅，你既然带着剑上台，就应该知道规矩。这有什么不妥？这本来就是一场交流会，并没有竞拍合同，也没有保证金。610万也是于总曾经出过的价格，我认为这个价格比较合适，过高的价格我承受不起。呵呵，于总，你搞这个拍卖会，不会就是为了给这把剑造势吧？冯青山自然没想到是自己说的这贪得无厌4个字触怒了唐毅，他也不会相信这年纪轻轻的小伙会有钱不赚，稍加琢磨便认为这是于洪光导演的一场戏，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了炒作巨阙，以期日后卖出更高的价钱。冯老板，你这句话真是有失水准，我没法接。看来这位唐毅小朋友是不打算改变主意了。冯老先生可以继续竞拍，但因为贪得无厌这4个字，不管你出多高的价钱，我也不会卖给你。冯青山一时有些错愕，看来真的很可能是这4个字把局面搞僵，场面一时有些难看。于洪光将目光放在了嘉宾席上。各位，我说2句啊，唐毅确实有不妥的地方。既然是在公开场合竞拍，不管有没有合同和保证金，有些规矩还是要守的。
但是老冯啊，导致唐毅如此决定的原因，还是因为你说的贪得无厌这4个字啊。所以追根溯源，你也不能说没有责任。以我对唐毅的了解，他虽然年轻，但断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诸位可能不知道，唐毅刚刚捐献了一件东汉越窑的瓷壶给古代史研究所。冯青山的火来的去的也快，此时他已隐隐有些悔意，觉得可能真的是误会了唐毅。适才未经深思，确实有失言之处。罢了，我就尊重唐毅小友的意思。谢谢冯老板抬举。倒是我对唐毅小友走眼了，小伙子有个性。恭喜于总拍的重剑巨阙。巨阙，原来是巨阙，怪不得两人争夺的如此激烈，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你就算有那个眼力，有那个财力吗？巨阙风波总算停息了。事后的唐毅认真参加了余下的拍卖会，学了知识，又让眼睛吸收更多的曝光。最后的联欢晚会又让唐毅结交了更多的人脉，已经算得上是丰收的一天了。突然，唐毅的手机响了起来。上集说到，唐毅正在参加联欢会，突然接到了林娉婷的电话。原来林娉婷想让唐毅帮忙淘个瓷器送人，由此亲近机会。唐毅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第二天，二人在古玩街碰头后，便进入市场开始寻找瓷器。逛了半个小时，唐毅也没发现什么好玩意儿，倒是林娉婷看上了一只仿制斗彩巨文碗，只要3万块哦。二人正要离开摊位时，唐毅突然注意到一个红色的杯子，这个杯子上宽下窄，貌似一个漏斗。唐毅忍不住集中精神看了一遍，这一看不要紧，这杯子之上居然浮起了一片厚重的淡黑色的宝光。你脚边那个红色的杯子挺喜庆的，漆器。哎，老板有眼光啊，这可是正宗的剔红漆器。这杯子有点奇怪啊。不奇怪，工艺品吗？造型就得奇特一点。这件漆器不贵，想要可以给你便宜点。唐毅看这宝贝没有宝光入眼，心知这宝贝定是被漆包裹在里面。老板，这么大个的剔红漆器，又是老东西，我要您2000不为过吧？我说这杯子做工太粗了，剔红贵就贵在工艺上。我也就是看你这杯子够大够厚实。这样吧，我也不多看，200，怎么样？老板有些不高兴，唐毅看得太狠了，两人你来我往的，最终被唐毅以800拿下。二人来到另一个摊位前，林娉婷被一只铜制粘制的青花笔筒给吸引住了。唐毅确认是一个真东西后，便开始问价了。老板，看您也是行家，虽说这是民窑，但是却是精品哦。刚才有人出8000，我没卖，货卖于10家，你想要7800给你了，我再搭你这个小盘。唐毅接过小盘，翻看圈足，发现圈足上至少有5、6处缺口，虽然不是很大，但很明显。盘底圈足中有“窝记”2个字。唐毅本来没把这小盘当回事，不料集中精神之时，一层淡红色的宝光赫然出现，而且厚度远超过了东汉越窑瓷壶上的宝光。一件清朝的民窑小盘，即便是精品，难道市场价值还能超过东汉越窑的瓷壶？唐毅，你觉得价格7800合适吗？66大顺，这样吧，3600我们就要了。你不是说了吗？还搭我这个盘子？那不行，我说的是7800搭你这个盘子，3600可以给你，那盘子你得再加1000块钱。林娉婷不想在价格上继续纠缠。行，3600，这笔筒我买了。得，那我再加1000块钱买这个小盘。二人都淘到了东西，便打算打道回府。唐毅想找秦老看看手里的东西，便跟着林娉婷一起回了家。林娉婷先回了房间，唐毅自己去见了秦老。唐毅啊，你的运气看来是挡都挡不住了，又捡漏了。说起来还得感谢娉婷，我们一起逛古玩市场，她买了一件青花笔筒，我买了一个釉里红小盘。拿出来看看吧。好东西，釉里红，乾隆时期的精品。残了，有点可惜呀。倭记，居然是倭记。倭记是唐英的字号之一。唐英是清朝的景德镇都陶官，在职间由他主持烧制的瓷器无不精美，因此乾隆年间的官窑也被人们称为唐窑。可惜了，要不是底足圈口残了几小块，这个小盘真称得上是极品。多少钱捡的漏？其实本来是娉婷买那个青花笔筒的搭头，后来我又加了1000块钱。近年来就没出现过唐英自制并特意留出如此底款的东西。这个小盘上拍的话，估计不会低于100万。唐毅啊，范古堂今年的秋季拍卖会已进入了准备阶段，这一次主要是清3代精品专场。你如果想出手这件小盘，不妨一试。
这釉里红双鱼小盘，如果放在格宝多出售，必然是没有上拍利润大的。而且既然秦老开口了，何不做了这两全其美的好事？如此再好不过了，那就多谢秦老了。嘿嘿，我看你手里还提着一个，那也是你淘的宝贝。这是个剔红漆器。这个漆杯有点奇怪啊。漆杯上漆成型的工艺水平很高，但是雕刻技法却相对粗陋。上漆的水平如此之高，会不会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而雕刻的工艺一般，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让雪藏的东西不易被发觉？唐毅没有明说自己知道里面藏了东西，毕竟以他的年龄和阅历，怎么可能有如此事？比重是有些问题，不知用的什么态度，感觉有点儿不太对头。那不妨今日破开看看。本来买来此物就是玩玩，这件漆器本身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这个漆雕的工艺是江南一带的手法，此地能工巧匠颇多，而且漆器不容易处理。这样，我店里有一个木雕师傅，也是从江南来的，找他试试。二人很快来到饭馆堂，师傅手里掂了几下，心下便有没多久便将手里的漆杯包给他。犀角杯，斑皙硕才，色如琥珀，明末清初，江南之大师良工。直生，无锡犀角雕刻名家尤直生，这是一件亚洲犀的犀角制品，明末清初的顶级工艺，存世稀少，年代久远，还落了大师的款制，怪不得会被人费尽心思用这个办法保存。嘿嘿，你这小子，这下是赚大了，这个杯子价值超过1000万啊！上集说到，唐毅捡漏了2件顶级宝物，林听婷知道后，叫骂唐毅不够意思，让唐毅陪他参加国内的翡翠公盘。林听婷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但唐毅对翡翠一类却是啥都不懂。我们公司明天上午要结几块原石，你要没事的话就来看看，也算热热身。行，那我们明天见。林听婷见到唐毅后，便带着他进入到了解石的会场。崔总监，开始吧。这块表现不错，宽头1/3划线，直线。这人名叫崔玉珏，是公司的工艺总监，也是赌石的行家。别看他只有30来岁，但是出身岭南省的翡翠世家，是我老爸高薪聘来的，年薪300万。神仙难断寸玉，这人就这么神？俩人正说着，周围突然爆发出不小的惊呼声。只见切面上有一块足球大小的绿色冰种黄杨绿，种水不错，另一端再切掉1/4。唐毅看着，突然心中一动，古玩上有宝光，如果集中精神审视这天然的翡翠原石，会不会有宝光出现呢？想到这里，唐毅全神贯注，盯住了这块原石，原石中立刻投射出葫芦状的光影，这光影的颜色就如露出切面的颜色一般，而且相对通透，就如冰种的质地。看来这宝光的投影就是原石之中翡翠的形状和状态了。今天公司要开3块原石，客户可以根据开出的翡翠定制首饰。我们公司的设计和工艺在业界可是很出名的哦。很快，3块原石都结好了，周围人都看得赞叹不已。还有10几块崔总监挑选剩下的原石，客户也可以买，可以现买现开，你想试试吗？这时，一旁的崔玉珏看到了林听婷，冷峻的脸上漾起了别样的笑意。林小姐，你也来了。今天的3块石头，林小姐有想要的吗？我给你留1块。崔玉珏从始至终都看着林听婷，没有给唐毅一个眼色，这让唐毅心里有些恼火。崔总监你好，不用留了，我今天陪一个朋友过来的，正打算去看看其余的石头呢。哦，这剩下的石头都没什么好东西了，你这朋友看来什么都不懂啊。唐毅听，呵呵，如此贬低自己，看来今天唐爷爷就要教你做人了。崔总监，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哦，赌什么？我在这些石头中挑一个出来，如果开出了翡翠，你当场承认我水平很高；要是开不出来，我当场承认你水平很高，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是会被你说的话后悔的。唐毅没有理会崔玉珏，径直走到一旁，拿起一块丑丑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他之前已经用眼睛扫描过的，里面有一小块高冰血色红。要不是这批原石是成批进的，无法细查，否则谁进的这块原石让我知道，必定开除他。这是一块连赌都不用赌的料。小伙子，这块表皮表现太差了，开不出来的。我就赌这块，崔总监开售卖单吧，免得我开出来你不承认。崔玉珏不屑，让工作人员给他开了一个打1折的单子。呵呵，不想让你输得太难看。小伙子，你太固执了，这样的石头怎么会开出翡翠来？
好在不贵，也算学习了，以后不要这么意气用事了。唐毅根据看到的曝光投影，在这块丑陋的原石上画出了几条线，让切料师傅照此切割。林听婷看着唐毅如此认真的模样，不禁红了脸。石头不大，切割起来也很迅速。很快，一块高冰血色红翡展现在众人面前。真有翡翠呀！这是极品红翡啊！我记得去年拍卖会上有一件红翡雕件，也是极品质地，拍了300多万。崔总监，崔玉珏此时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虽然高傲自负，但却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事到临头，他硬着头皮走到唐毅面前。唐毅，你鉴定翡翠的水平很高。谢谢，比你如何？根据之前的约定，我说了我该说的，失陪。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我是不是太张狂了？也不是，要不是他太张狂激怒了你，你也不会反应这么大。不过我真没想到，你赌石的水平竟然比崔总监还要高出一筹。下周的翡翠公盘，我真是找对人了。上集说到，林听婷约唐毅去参加瑞州的翡翠公盘，到了才知道，原来除了他俩之外，还有3个人。今天还有一天的翡翠交易市场，虽然石头质量次一些，但是也可以去耍一下。哇哦，今日时间尚早，我们去翡翠交易市场看看吧。好啊，看来表姐已经迫不及待要一展赌王风采了。你就瞧好吧。老板，这块怎么卖？380。这是一块水翻砂的料子，还有条柳裂，表现很差。崔玉珏正想阻止，和却已经拿下。姑娘，看你这么爽快，我这里有解石机，要不要帮你解出来？好啊。这块石头唐毅已经看过了，仅只有靠近皮的1毫米部分是绿的，其余部分和一般石头没两样。垮喽，靠皮绿。他怎么知道是靠皮绿？而且连看都没看这块石头一眼啊，仅靠听的吗？这真的是人外有人啊！老先生，这几块原石是您要卖的吗？被人挑剩下的喽。唐毅集中精神一看，没想到这些石头里面居然有一块堪比足球大小的冰种杨绿。老先生，这块原石你怎么卖？这是老长口玉马场的料子，虽说是第3层黑沙皮，但表现很好，可不便宜。要不是我要的贵，早被拿走了。一口价100万。这块确实值得赌，不过100万也太贵了。如果开个窗是块半赌料，结合整体表现，那样叫100万还差不多。唐毅在心里一合计，就算100万拿下这块石头，自己最后肯定还是有得赚的，便丝毫不犹豫，痛快的转账了。你这真是好赌啊！万一100万打了水漂怎么办？我刚才切一块300的石头，都体会到了心里砰砰跳的感觉。林听婷没有说话。几日前，他还看唐毅又捡漏了一幅唐代的云字，他觉得唐毅每次都是有100%的把握才会出手的。小兄弟，要不你在这里解了吧？解了，让我们也开开眼。对呀，我也想看看。是啊，100万的石头呢。行，那就麻烦你了。很快，石头就被切了一刀，露出鸡蛋大小的一片翡翠。冰种杨绿，看来应该亏不了了。真有你的呀，一切就切出好东西来了。小兄弟，这块毛料不错啊，要不你不切了，我150万收，你看如何？我出200万，虽然出了翠，但下面也不好说。我这翻倍的价，还替你消了风险，你看如何？呵呵，不好说，不好说，你还翻倍来买，是你傻还是我傻？不好意思啊，我肯定是要先解开看看的，而且卖不卖两说。唐毅画好切割线，继续解。周围的人都盯着解石机窃窃私语。经过约1个半小时，一块呈圆形、色呈杨绿的冰种翡翠终于展现在众人面前。800万卖不卖？900万，我出900万。1000万。1200万，这是个顶天价了，再不卖我就撤了。此时，一行人中的田娜也走到唐毅跟前。唐丽，我也要出价，我出价。还不待田娜出价，唐毅便打断他：1100万卖给你。田娜是林听婷的同学，又对他们盛情款待，而且田娜家也是翡翠商，如果田娜要买，唐毅觉得是可以便宜点的。这合适吗？田娜看到唐毅给她优惠价，心里还有点不好意思。林听婷及时上前安抚她：好啦，肥水不流外人田，谁让咱俩是同学呢？这都折腾半天了，都过12点了，你请我们吃大餐，不就弥补回来了吗？一行人高兴地准备去吃饭，看到唐毅和林听婷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样子，崔玉珏心里有些不快。赌石是我的专长，结果唐毅却在这方面出尽了风头，还送了田娜一个大大的人情，这也是送了林小姐一个人情。午宴安排在了瑞州最豪华的酒店，唐毅和林听婷也为秦老的电话落在了众人后面。
我外公和你说什么了？他说我之前淘的那副云子，如果真是唐代的精品，市场价值恐怕会很高。不过真要想卖个好价钱，最好前期炒作一下。那你怎么想的呢？不管价格高不高，我都不想出手。而且这也不是价格的问题，我是想自己收藏起来，再配上一副好的棋盘，2个好的棋篓或者棋坛，想想都是一件很陶醉的事情。你俩聊什么呢？聊得这么起劲？和和的突然回头，让林听婷有种被撞破的尴尬。不和你说了。林听婷小脸一红，快速走向前去。小子，看上我表妹了，要不要我帮你？我给你当军师，不过你后面要帮我赌石啊。你这话我没法接啊。看不出你挺贼的，你是怕我表妹有男朋友吧？告诉你，追的倒是不少，但是还没有得手的。我看崔总监他……还不待唐毅说完，和和就打断他道：“他呀，没戏。我表妹那是大家闺秀，那个崔玉珏虽然一副皮囊也不错，也算有点本事，但脱不了商贾算计，不大气。你吧，虽说也不大气，不过你刚毕业，可塑性强，而且最关键的是你有根基啊，你身上有书生气，还有那么点正气，再加上一身本事，有了这些，离大气还远吗？”好，何律师，不对，何军师，那就有劳你了。激动人心的翡翠公盘终于开始。我来帮你，崔玉珏。我在机场答应过你，要先帮你挑的。咱们快开始看吧。名标区只有700-800块，是全赌的毛料。这些毛料外表看上去就是纯粹的石头，毛料上都有编号。唐毅和林听婷各拿了一个小本，边看边记。我锁定了20多块，全都是高端的好料，全都能出翡翠。你挑你喜欢的拍，肯定没问题。这么肯定？这可都是全赌的毛料啊！嗨，我靠的就是感觉，既然一向很准，我就当秘籍了。这样吧，我也看了一些，看看有没有和你选中的重合的。我不是很懂翡翠，纯粹是靠感觉来的。两人对着本子看了一会，还真有一块重合的。还真有咱俩都选中的呀！起拍标价不高啊，那我就拍这块了。第二日，唐毅和众人来到暗标区，这里的石头数量明显少了很多。看了一圈，唐毅只确定了一块玻璃种葱新绿的料子。这块料子起拍标价为20万，但是应该能出2个市场价300万左右的镯子，而且还有镯芯和边料可以利用，原料总价值不会低于700万。看标的2日很快结束，第3天就是竞标时刻了。巧合的是，第一块石头就是唐毅看中的其中一块。真够垃圾的，这柳能定死人，选能透到底，纯粹石头1块，3万块钱，接300我也不要。哎，你看，还真有不开眼的。唐毅3万1的价格没有稳住，他很快又追了一手。感情原来是你这邻居在拍啊，兄弟，你买这料子，难不成是为了练气功啊？这块石头最终被唐毅以3万5的价格拿下。兄弟，有钱也不能乱拍啊，你就是买块石头，也得买块好看点的。这里面是块冰种，切出来400-500万还是有。哎呦，我可是赌一招，见你这么自信的哥们，要不咱们赌一把？好啊，拍卖会结束，咱们谈谈怎么赌。稍后的时间里，唐毅和崔玉珏各自拍下了一块料子，林听婷和和和看中的石头都还未上场。拍卖会结束后，哥们，说说打赌的事啊。好啊，怎么赌？赌就赌大的，如果开出冰种，不管带不带绿，我给你100万；如果开不出翡翠或者狗屎一样的种，你给我100万如何？好啊。唐毅很快付款取了石头，一行人来到田娜家的解石间。路上得知，正午是街州有名正是珠宝家的少女，家里资产雄厚。桑叔，麻烦你解一下这块石头。唐毅根据自己看到的情况，很快将线画好，递给张叔。随着解石的进程，很快一块穿插黄色纹带的莺歌绿露了出来。我靠，这柳和选居然没有拖出去，真是见了鬼了。这唐毅赌石肯定不是靠的什么感觉，绝对是有什么秘籍，否则哪能这样一赌一个准的？看来他和我重合选中的那块，真得拍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成色。刀刀不入空的人，我从未见过。很快，一块近似篮球大小的莺歌绿完全被擦了出来。兄弟，愿赌服输，我给你100万。另外，你这块料子卖给我算了，你快算，如何？唐毅想了想，正午这人虽然做派有些二世祖，但是却很值得结交。这块料子呢，市场价500万其实是比较公平的，但是今天认识郑兄也是个高兴的事儿，我拿出20万当彩头，480万让出这块料子。这点钱没什么，但是兄弟，我真是太喜欢你这股劲了。就按你说的，480万，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机会到月上来。别的不多说了，告诉我账号，我
我直接用手机给你转账。这第二天明标拍卖的第一块料子，竟然就是唐毅看中的那块玻璃种帝王绿。雷松花加雷达流，这大块头恐怕是个实心版。但是这块石头便宜啊，6万。我去，兄弟，你这直接加到6万，这不会和那块黄鸟西瓜一样吧？难道你又要来一次？我靠的是感觉，只能从垃圾料子入手，切垮了也不赔。哎，这种料子还有人和你较劲？唐毅放缓了攻势，在竞拍器上按出了8万的报价。不料这次有人跟得很快，又报出了10万的价。看来此人不是随意叫的价，要不是我能看到，就这表现，谁会买呢？看来这人要和我耗了。这破石头还有人竞争买，谁说不是呢？唐毅倒抽一口冷气，此时他觉得此人肯定知道了这块毛料的个中乾坤，否则不会如此竞价。难道除了自己，还真有能透视原石内部的人？唐毅突然又自抬价格，这一次他想一下子定死，希望对方知难而退，就此拿下这块毛料。不料对方似乎也跟着起劲了，大屏幕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个价格。这尼玛不是竞拍，这是专门要整老子啊！唐毅暗想，如此下去恐怕就是拍到了，也不算捡漏了，自己总不能像翡翠加工商一样只取那点名利吧。正在犹豫不决，突然之间郑武拿起手机给唐毅看了一眼，就是这小子在和你竞价。看了手机屏幕上的人，唐毅心里陡然一凉，随即便升腾起了一股怒意。他迅速想了想，突然微微一笑，看到屏幕上的700万不再竞拍。哪个冤大头买的啊？天哪，700万买块大石头！你怎么放手了？要是我，就一直叫到底，顶那个肺啊！你怎么知道这块料子一定能切整？部长，你竞拍个毛线啊！我就是玩玩而已，这么大块毛料这么便宜，后来有人竞价，我更想玩了，最后玩不动了，就收手呗，看接下来的了。我靠，要是你真不看好，你可把那个竞价的玩死了。这料子叫价5万，我都不会买的。接下来林听婷和何何看中的料子都上拍了，郑武也买了几块，一直到快要结束，唐毅又才拍了一块深黄色水翻纱的毛料。第4日的暗标拍卖会上，唐毅花90多万拍下了那块内有玻璃种葱新绿的原石，结束了他此次的竞拍之旅。我都办完了，先出去给公司打个电话，你们赶紧办吧。崔总监，你别忘了取那块700万拍下的毛料啊！